今天好想探讨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说呢，是男女之间现在相互都不想谈恋爱了。那这个现象是不是真实的呢？那么呢，在这里我先表达一下我的观点绝对不真实就为什么呢？首先呢，它这个是属于是反人性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不真实的。那也就是人类处于他的生理本能来说的话，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他都会有这种求偶的冲动，那这个是不可置否的。那不管是男的还是女性都一样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你说这些人完全不想，那有没有可能呢？那是完全没可能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前提那就是说让男女双方不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物质条件的问题。那也就是你们完全不用考虑这方面问题了，就完全是出于人类的本能去谈恋爱，那去交往就行了。这个物质呢，有人帮你兜底，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你们是不是愿意谈恋爱呢？我敢说你跑得比谁都快，你生怕去晚了，好的资源都被别人挑走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里要弄懂一点，阻止你们谈恋爱的，或者使你们不想谈恋爱的，不是男女双方本身那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老规矩，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那接着往下说虽然当下男女有一部分是对立的，那我承认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呢，男女对立的本身的根本的问题和矛盾，不是男女双方各自己能懂这个意思吗？那为什么如果说对立矛盾的双方就是男女它本身的问题，那么你如果把这个物质的问题抛开，他们俩双方也不会去想谈的。但是你抛开物质以后呢，你会发现双方非常的愿意谈恋爱，而且是迫切的想谈所以在这里面大家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那就当下有很多一些女性，不管是谈恋爱也好，还是结婚也好，都会考虑到的物质条件问题。那这个能说是错吗？不能说是错因为这个是属于有人在这种原始本能的需求之外，给你们设置了一些很多的门槛。那比如说你结婚男的得买房子，得买车吧，你得有个好工作吧，那这得有高工资吧，而且高工资还得上交吧。那么在这里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如果说一个男的都具备这些条件，对吧？那又买了车，又买了房那又有好工作，工资又高但是害怕上交了，请问这个男的他图个啥呢？看生活快乐方式他是有很多的渠道的，那如今他为了一个渠道把所有的渠道全部关闭了，所以他图什么？反过来女性也是一样的，因为女性她原本是掌握着繁衍后代的这样的主动性和主动权的，那也就是说她如果不想，谁也不能够强迫。当然这个是建立在文明社会当中，如果说一个女的她可以选择更好的条件的情况下，选择更好的资源的这种情况下，那她为什么一定要找你呢？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合理的一种选择？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女人你在挑老公的时候，如果一开始你就想要找那个有钱人，你就直接奔着那个有钱人去就可以了，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那就你千万不要干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你找了一个老公或者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明明不是非常有钱的，也明明没有那么高的工资，但是你却妄图的让他努力使劲的往上爬，变成那个有钱的，让你过上你梦想当中的，或者是想象当中或者是被某些人灌了鸡汤当中那种奢望的生活，那这个就很不合理了。那如果说的难听一点呢，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那这就好比如果男性娶了你之后，他需要你自己打扮成刘亦菲请问在这个时候你能办到吗？你也办不到，对不对那因为你本身就不是刘亦菲，你不管怎么去打扮你也打扮不出来那种感觉。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另一半也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长得像那个刘亦菲呢？所以啊，双方的诉求一定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合理范围之内的。这就是需要你们在谈恋爱，在结婚之前，你就应该要去想明白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你在自己认知浅薄的时候，盲目的做的这样一个决定。那在你经历过几段不堪回首或者说失败的感情线之后，那再去总结一个经验，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那然后你就把这种所谓的想法和这种所谓的思考方式肆意的去散播，告诉很多一些目前为止没有谈恋爱或者没有经历过这种恋爱过程的人，跟他们去散步，跟他们去宣导，去轻视他们的思想，调动这种男女之间的对立，那这个就很不合理。你仅仅代表的是你自己呀，你不能代表任何。所以说任何人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现状，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取决于他的认知层面的一个狭隘。认知缺陷呢，是一个具象化的表现。所以我才说当下很多一些男人和女人真的是需要提高自我的认知，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你只有在认知上破局了，你才有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破局。那破什么局呢？破你认知局限的局。破什么圈？破你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圈。你被大多的一些所谓的概念和所谓的一些假象给迷住了，给捆绑住了。那这里面有很多一些女性需要明白的一个道理。那什么道理？你的老公在外面忙死累活的时候，他仍然给不了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那请问这个过错是你老公的吗？他并没有躺不动，对不对？躺平，对不对？他也并没有不努力，对不对？他挣的这些工资虽然很有限，但是呢，不是大部分都花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而花在自己身上比较少。是不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指责这个男性他不努力呢？当然了，在这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提出一些什么那就是我需要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在说到这个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我就想问一下，你跟你的老公提供了多少的情绪价值呢？你要记住情绪价值一定是共同的去创造的，那它一定不是单方面输出的。比如说你老公回来以后，家里有没有口热饭，有没有口热汤？如果说回来要啥没啥，还要看你的脸色，还每天板着个脸问他，请问他怎么去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对不对？我一直认为这个是双方的。那又比如说某一天他心情不错那回来的时候就是激情万丈，回来就想找你结果你给他甩个脸子，泼一盆冷水。那这个人不管之前有多么的豪情万丈，热情洋溢，那在被这盆冷水浇完之后，立马就凉心透了请问他还怎么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呢？提供情绪价值一定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输出的反过来男性也一样。如果说你的老婆正在为家庭的生计发愁的时候，为家里的柴米油盐发愁的时候，他也很难在这个环境下很快时间内给你提供所谓的情绪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他哪有心情？那双方一定是要相互理解。所以说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才能够相互扶持。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种感情或者婚姻，他们的双方是不相互包容，不相互理解，不相互扶持，最终能够过得很好的。那这种毒鸡汤你们能信吗？你们敢信吗？那你们真的还真信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再会。